有时候我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思考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问题：人类是否有灵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遗忘在岁月的长河中。然而，就在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公开表明，人类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今天，让我们跟随他的研究，一起探寻关于灵魂的秘密。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你可以点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是一位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因其在数学物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如彭罗斯定律、非周期性频谱等。彭罗斯定律描述了黑洞的性质，为我们理解宇宙的奥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彭罗斯出生于1931年8月份，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人类遗传学家，母亲则是英国的一位知名医生。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彭罗斯对于灵魂、生死等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在20多岁时，他因发明了多项数学定理而被誉为牛津大学最具潜力的数学人才之一。后来，彭罗斯转向了物理学领域，并与霍金一起创立了现代宇宙论的数学结构理论。彭罗斯的研究成果包括证明了广义相对论中奇点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黑洞捕获面等物理学理论，以及发明了彭罗斯图等方法。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彭罗斯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对于宇宙、数学和物理学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是怎样看待灵魂的吧。灵魂真的存在吗？彭罗斯认为，人类的灵魂并非宗教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基于量子物理学的现实存在。他与神经科学家哈梅罗夫共同提出了一种名为量子意识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意识产生于大脑中的微管结构，而微管具有量子物理学特性。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彭罗斯发现，人类在临死时会有一股微弱的电磁信号释放出来，这可能是灵魂的物理表现。在1989年出版的书籍《黄帝心脑》中，彭罗斯提出了他对灵魂存在的看法，并使用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个现象。在这个领域中，最诡异的现象是量子纠缠和量子叠加态。彭罗斯认为，无论科技有多发达，人工智能都不可能拥有意识和灵魂。他认为这是由于人工智能只能使用机械式的运算流程，而人类的大脑则更像是一台量子计算机。人类大脑是以量子为基本单元，这是传统计算机所无法达到的。当我们思考吃汉堡或鸡块时，我们的大脑不是先思考其中一种，而是同时思考两种食物。这种叠加态是由量子纠缠实现的。当我们做出决定要吃某种食物时，大脑的叠加态会瞬间坍缩成为一个现实。这种现象可以允许零和一同时计算，这是传统计算机所无法实现的。罗杰·彭罗斯的推测，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存在许多处于量子纠缠叠加状态的电子，当这些电子坍缩时，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相应的思维和决策。正是由于大脑不断地在纠缠和坍缩，才产生了我们复杂而又匪夷所思的灵魂意识。古代世界和宗教怎样看待灵魂？事实上，关于灵魂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在古代世界和宗教中，灵魂通常被视为一种超自然存在，是人类精神、意识和个性的核心。以下是一些流行的宗教和文化对灵魂的认知和观点。在希腊神话中，灵魂被认为是人类的精神和个性的核心，可以在死后继续存在于冥界。古埃及人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两部分，即克与巴。他们相信，死后灵魂会离开肉体，但仍与之保持联系。因此，古埃及人会精心制作木乃伊，为死者的灵魂提供永久的住所。印度教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生死轮回是灵魂不断转世的过程。
印度教徒通过修行和积累善行，希望最终实现脱离轮回，达到解脱的境界。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是上帝所赐，死后会根据信仰和行为进入天堂或地狱。基督教徒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希望得到永生，并与上帝共度永恒。伊斯兰教认为灵魂是由真主所创造的，是人类与真主之间的纽带。灵魂在死后会继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被审判和奖惩。由此可见，尽管古代世界和宗教对灵魂的认知和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都有不同的观点和信仰，但是他们都认为灵魂是人类精神和意识的核心，并且具有超自然的存在形式。牛顿和爱因斯坦怎么看？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两位巨匠，他们的发现和理论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晚年都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提出了一些关于灵魂的观点。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而且认为科学和宗教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他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上帝的存在和宇宙的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牛顿对于灵魂的观点是相当复杂的，他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也存在一定的变化。在年轻时，他曾经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但是在晚年，他又转向了二元论，并认为灵魂具有不同于身体的本质和特性。牛顿认为灵魂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是不朽的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他认为灵魂是不同于身体的精神实体，是我们思考、感知和决策的中心。他同时也认为灵魂是一种不可见、不可触及的存在，在我们的身体死亡后，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总的来说，牛顿对于神学和灵魂持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和高度尊重。他认为科学和宗教可以相互促进和补充，而且相信灵魂是我们精神和意识的核心，具有不同于身体的本质和特性。爱因斯坦虽然并不信奉某一特定宗教，但他深信宇宙中存在着某种超越人类理解的神性力量。他认为人的灵魂本质上是一种电子能量，这种能量在人死后会汇集到宇宙的某个地方。这一观点与彭罗斯关于灵魂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爱因斯坦曾说过，我相信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精神性质，这种精神性质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例如动物的本能、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思想。爱因斯坦的观点可以从他的相对论理论中找到一些线索。在相对论中，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没有绝对的时间和空间。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事物都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灵魂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我们身体和大脑在宇宙中的一部分。他认为灵魂是由身体和大脑所产生的思想和意识构成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此外，很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灵魂的存在是可以被科学证明的。他认为灵魂虽然非物质，但它的存在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进行探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研究灵魂，那么它的存在就可以被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灵魂是否存在，或者探测与灵魂有关的自然现象。在科学家们探索宇宙奥秘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灵魂的探讨从未停止。诺贝尔奖获得者彭罗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灵魂的全新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与信仰的交汇点。古代文明和宗教的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资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揭开灵魂之谜，揭示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感谢大家观看原野讲故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订阅，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